王一博7月裹棉袄，新西兰的反季穿搭凭什么火遍全网？7月的国内是什么体感？就是那种你站在太阳底下3秒钟就开始怀疑人生，怀疑地球是不是离太阳又近了2公里的体感。空调续命，冰棍当饭，出门5分钟，流汗2小时，这是绝大多数人此刻最真实的生活写照。然后你刷着手机，热得只想瘫在沙发上不动弹，突然一条热搜趴地弹出来，王一博在新西兰还穿大棉袄。7月。好家伙，这位顶流明星把自己裹的那叫一个严严实实，羽绒服、围巾、帽子，恨不得把整个人塞进一个保暖结界里。走在异国街头，活脱脱一座移动的防寒堡垒。画面里他呼出的白气，缩着脖子的姿态，隔着屏幕都能让你打一个哆嗦。看到这张图的时候，我愣是盯着屏幕愣了2秒，然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不是嘲笑，是那种特别纯粹的被反差击中的快乐。你想想，你这边热得恨不得把皮扒了，人家那边冷得恨不得把自己淹进棉被里。这种跨越半个地球的温差对冲，比任何空调都来的，哦不对，来的凉爽不是审美翻车，是地理常识的可视化教学。当然了，评论区里总有人要跳出来问一句，是不是造型师疯了？是不是在搞什么行为艺术？是不是在拍什么时尚大片，走极繁主义路线？答案简单到有点无聊，新西兰现在就是冬天。南半球和北半球季节相反，这个初中地理课本上写的明明白白的知识点，搁在平时谁也不会特意去想。但当一位你熟悉的，平时在镜头前光鲜亮丽的明星，突然以一种怕冷怕到骨子里的姿态出现在7月的热搜上，这个常识就突然变得无比鲜活，无比具体了。我个人觉得吧，这件事最妙的地方在于，他用最不经意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地理科普。你不需要去翻地图，不需要去查新西兰的纬度，你只需要看到王一博那件厚实的棉袄，大脑就自动完成了哦。那边现在是冬天这个信息处理，一张街拍胜过10页教科书。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挺喜欢这种没有剧本的真实感的，没有刻意凹造型，没有品牌植入的痕迹，就是一个人在冷天里穿厚衣服，最朴素的生存本能。在如今这个什么都要包装，什么都要营销的娱乐圈里，这种我就是单纯怕冷的坦荡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。10万热度背后，我们到底在看什么？但让我真正觉得有意思的，不是这件棉袄本身，而是它为什么能冲上超过40万热度的热搜。你仔细想想，这件事的信息量其实非常有限。一个明星在冬天的国家穿了冬天的衣服，搁在平时，这连一条朋友圈都算不上。可偏偏他火了，火得莫名其妙又合情合理。我琢磨了一下，觉得原因大概有这么几层。第一层是纯粹的反差萌。你脑海里的王一博是什么形象？舞台上酷的、不可一世的，赛车场上风驰电掣的，综艺里话少但气场2.8米的。然后突然，这个人缩在一件大棉袄里，被冻得像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赶路人。这种神坛上的人突然打了个喷嚏的瞬间，天然自带传播力。第2层是一种微妙的心理补偿。国内网友正热得抓心挠肝呢，看到有人在地球另一边被冻得瑟瑟发抖，那种哎呀你也有今天的幸灾乐祸感，简直是最好的天然降温剂。这不是恶意，纯粹是一种人类面对极端天气时的集体情绪释放。你在空调房里看到别人在雪地里哈气，那种还好不是我的庆幸，太真实了。第3层，我觉得是最深层的，一种对明星也是人的确认欲。我们平时看到的明星，永远是妆发完美，状态在线，仿佛不受物理规律约束的存在。他们不会热，不会冷，不会累，不会狼狈。然后一件大棉袄告诉你，不好意思，0下的天气，顶流也得乖乖穿秋裤。这种祛魅的瞬间，反而让人觉得亲切。我自己看到那条热搜的时候，心里其实涌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安心。对，就是安心。好像确认了哦，原来大家都是在天气面前平等地狼狈着的。这件事本身就让人莫名的放松。一件棉袄背后，那些追着季节跑的日与夜。笑归笑，调侃归调侃，但如果你稍微往深了想一步，这件大棉袄其实折射出的是一个挺辛苦的行业真相。你知道艺人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吗？它不是按春夏秋冬的顺序来的，它是按项目、按档期、按合约来的。今天你可能还在横店40度的高温里，穿着3层戏服拍一场夏天的戏，汗把妆冲了8遍，导演喊再来一条。后天你可能就得飞10几个小时到南半球，在0下的风里拍一场冬天的戏，冻得台词都说不利索。这种季节错位是常态，不是例外。我前阵子看过一个幕后花絮，某个演员在采访里随口提了一句，我已经连续3年没有在正确的时间过正确的季节了。
当时听着觉得是句玩笑话，现在想想大概是真的。他们的身体感知是被工作行程打碎的、重组的。7月可以是冬天，12月可以是盛夏，全看剧组在哪里，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。所以王一博这件棉袄真的只是一个特别微小的切面，它背后是无数个在反季节里工作的日日夜夜，是那些你在大荧幕上看到的盛夏光年或凛冬将至，演员本人可能完全是在相反的温度里硬扛出来的。说句可能有点矫情的话，我们消费的每一个夏日限定的清凉画面，每一个冬日恋歌的浪漫镜头，背后可能都站着一个热到中暑或者冷到发抖的人。这个认知不会让我对影视作品产生什么距离感，但确实会让我在下次看到类似画面时，多那么1-2秒的停顿和敬意。从广东人看了觉得恐怖说起，热搜底下有一条特别出圈的评论，大概是说广东人看了觉得恐怖。配图是广东37度的天气预报，和王一博裹着棉袄的街拍放在一起，我在那条评论底下笑了足足有1分钟。但你发现没有，这种地域梗、温差梗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大的共鸣，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一个很本质的东西，我们对季节的感知其实是非常私人的，非常在地化的。你的夏天和我的夏天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广东人的夏天是蒸笼，北京人的夏天是干烤，而新西兰人的夏天，不好意思，人家现在根本没有夏天这种认知的碰撞，在社交媒体时代被无限放大了。一张照片就能让2个半球的生活状态同框，让我热得要死和他冷得要命变成同一个时空里的平行叙事。我觉得这是挺奇妙的一件事。技术没有改变季节，但它改变了我们感知季节的方式。而且坦白讲，作为一个在空调房里写这篇文章的人，我承认我确实从这条热搜里获得了一种很廉价的，但确实有效的清凉感。看着别人穿棉袄，我这边体感温度好像真降了2度。人类的快乐有时候就是这么朴素且建立在对比之上的。光环的另一面，当季节旅行家成为职业素养，最后我想聊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感受，我们这个时代对明星的要求其实挺多的。你得业务能力强，得形象管理到位，得情商在线，得会跟粉丝互动，得在综艺里有梗，得在红毯上出彩。但现在我发现，你还得是一个合格的季节旅行家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得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从酷暑到严寒，从严寒到酷暑的身体和心理切换。你得在飞机上睡几个小时，落地就进入另一个温度、另一个湿度、另一个时区的工作状态。你的身体的像一个精密仪器一样快速校准，你的情绪的在热到烦躁和冷到僵硬之间自如切换，不能影响拍摄质量。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但你设身处地想一想，连续几个月，甚至连续几年都这样，那真的是一种对身体和意志的持续消耗。我不是要卖惨，也不是要拔高，我只是觉得，当我们下次再看到类似某某明星在某某地方穿了好多好少的新闻时，在笑过之后，也许可以多想那么1秒钟，这背后是一个具体的、有血有肉的人，正在一个他未必适应的气候里完成他的工作。一件棉袄连接的是2个半球，2种温度，2种生活节奏。它不只是一条热搜，也不只是一个段子，它是一个小小的窗口，让我们瞥见了娱乐工业运转逻辑里那些不太光鲜、不太浪漫，但实实在在的部分。这条热搜大概很快就会被新的话题覆盖，明天大家可能就在讨论别的事了。王一博的棉袄会变成互联网记忆里的一个小小碎片，被算法推到越来越深的角落。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，在一个热的人发昏的7月午后，给几百万人送去了一阵跨越赤道的凉风，让几个朋友在群里有了吐槽的话题，让某个加班到崩溃的打工人在刷到这条热搜时嘴角上扬了那么一下。